为了给未婚妻一个温馨的家，花光积蓄在郊外盘下200亩土地，并用1昆年时间建造梦想豪宅。不但开垦良田种菜养鲲，还开辟牧场发展畜牧业，简直不要太爽。法克花光积蓄在郊外买下了200亩的土地，开始着手建造他们的梦想家园。这里地势平坦开阔，距离市中心只有15分钟的车程，并且还能通电通网，使用天然气，简直不要太完美。他们俩敲定设计方案之后，便来到郊外给要砍掉的树木做上标记，剩下的就交给专业的清理团队开荒清理。勤俭持家的爱丽丝为了省钱，决定自己动手挖掘基坑。All right, we gotta call on the big guns. 果然还是超能力好使，仅半天的功夫就得到了2米深的基坑。接着工人们开始沿着地基的沟渠安装模具，完事之后就可以摇来混凝土搅拌车开始浇筑地基。由于法克和爱丽丝对于建房是纯小白，期间老丈人也经常抽空过来帮忙监工。等待混凝土干燥之后，工人们开始给地下室墙体安装模具。别看这墙体很薄，但是在内部植入钢筋在一体浇筑成型后，其坚固性绝对毋庸置疑。等拆掉模具之后，外部还要再喷上一层黑色的防水材料，确保地下室1年4季都能保持干爽。由于工地处于斜坡，为了防止后续建造时产生的建筑垃圾污染周边环境，他们还要在工地下方搭建1排的围挡。与此同时，工人也开着铲车用沙土回填地下室周边的沟壑，顺便把旁边的斜坡给夷为平地。而后再摇来一台挖掘机，又载在上面挖出车库的基坑。完事后就可以用混凝土浇筑车库地基。在开始浇筑地下室的地板之前，还要提前将排污管道给预埋好，之后才用砂石将地面给填平，这样既有助于地表的排水，还能防止后续地板发生裂痕。由于近几天下了几场雨，工地四周已经变得泥泞不堪，考虑到后续施工车辆以及工人来回行走，铺设一条碎石路就非常有必要。接着他们先用水泥砖在地基上垒出一圈基墙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摇来搅拌车浇筑地下室和车库的水泥地板。不巧的是，之后又连续下了几天的雨，为此老丈人还特地打来视频电话关心地板的凝固情况。等待地板凝固后，终于可以开始墙体的搭建工作。由于地下室的大部分墙体都已经浇筑好，前面部分只要用木材先将墙体构建完成，然后就可以支棱起来固定在地基上。接着就可以架上钢梁，开始往上搭建出1楼地板的龙骨。这种工字形的成品龙骨的搭建非常的简单，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铺设上胶合板，完成1楼的地板。由于婚期将近，为了赶工期，房子的主体框架全部在材料商那订购好，然后交由专业的施工团队进行组装搭建。很快他们就将1楼的墙体框架给搭建完成。与此同时，为了解决水源问题，打一口井就能一劳永逸，于是他们花了11000美刀请来了专业打井队，在屋旁打通了地球大动脉，只要装上抽水泵就能实现用水自由。根据图纸，屋后还要搭建一个露台，为了省事，他们计划用钢结构来做支撑。秉着能不花钱就1分钱都不花的原则，老丈人主动申请出战。经过精准测量之后，他们终于将立柱与钢梁给支棱起来。完事后就可以摇来起重机将预制水泥板给铺设上去。接下来就到了搭建屋顶的环节。由于屋顶的横架都是定制好的，工人们只需根据图纸将它们吊装到位即可。虽然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雪，但只要工钱给到位，哪怕下刀子也停工不了一点。随着屋顶框架的搭建完成，他们继续用胶合板对屋顶进行密封。随着新家喜封金顶，接下来就到了装修环节。在订购全屋窗户时，他们被车库天窗的价格给震惊了。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扇装饰窗户，竟然叫价差不多800美刀。虽然法克和爱丽丝是建筑小白，但也并非人傻钱多，最终他们只下单了其他的窗户。至于车库的天窗，他们在网上购买木材自己DIY。在老丈人这个狗头军师指导下，他们根据尺寸将木材切割成合适的长度，然后拼接起来得到窗框。安装好玻璃之后再打上玻璃胶。就是爱丽丝这打胶技术实在让人不敢恭维，为了补救，他们干脆将窗框给喷成黑色，最终仅花费不到37美刀就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天窗。由于后院露台屋顶仅靠2根金属立柱支撑，要是发生位移，那么整个屋顶都会有垮塌的风险。
于是法克拿来手钻在地板上打孔，而后再用螺栓将立柱牢牢固定。现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坐在这里享受了。由于最近正是多雨的天气，屋顶的瓦片铺设也是重中之重。工人首先在屋顶上覆盖一层防水布，而后再将一片片的沥青瓦片由下而上给钉上。随着屋顶全部覆盖上瓦片，他们的新家才算有了真正的防护。接着老丈人又来帮他们测量外墙面积，然后计算好所需要购买的石材数量。建材市场里琳琅满目的石头样品直接让他们挑花了眼。经过筛选后，他们选择了2款石材，一种用于装饰房子前面的外立面，另一种则是用来装饰壁炉。至于后墙，他们还订购了一些特殊的砖块。不过在开始外墙的装饰工作之前，还需要先将窗户给安装好。为了节省开支，这项工作他们打算自己完成。在老丈人的指导下，他们先给窗框边缘贴上密封胶，将窗户扣入窗框，再塞入木片将窗户给调整至水平，然后就可以用钉子固定好。最后再给四周贴上密封胶布。有了安装第一扇窗的经验，接下来的工作就只需按部就班。虽然最近的天气非常的恶劣，不是雪夹雨就是雪夹冰雹，但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，哪怕下刀子也得正常开工。随着砖块的到货，他们必须要赶在工人休憩到窗户位置之前将玻璃窗给安装到位。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，毕竟后墙的窗户数量又多，尺寸又大。在安装较大的窗户时，为了请砌砖的工人帮忙，爱丽丝还特意给他们订购了丰盛的午餐。毕竟饭钱和工钱孰轻孰重，她还是拎得清的。随着一场暴雪的降临，后墙的修葺工作也正式完工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房子前面石材装饰面的安装，他们决定自己动手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给外墙覆盖上一层毛毡纸，这种材料非常的坚韧，防水的同时还能增加附着力。接着还要在墙上再钉上一层金属网。完事之后才开始给墙体刮灰。由于他们也是第一次尝试，特地挑选了车库侧面的这面墙练手。等到砂浆半干不干的状态，还要在上面打上花刀，使墙面尽量变得粗糙。后续贴石板时才能有更强的附着力。在开始粘贴之前，他们先根据墙体面积在地板拼接好图案，而后利用水泥砂浆将石板一块块的粘贴到墙上。第一层时还算顺利，以至于让他们沾沾自喜，认为这项工作简直就是有手就行。但当来到第2层时，直接把法克给整破防了。每次只要一松手，石板就直接往下掉。Oh my God! What the heck are you doing? This is all wrong. What are you doing? I can't get it. I can't get half of these like to stay out, Balls on you. and then knock that one off too. Yeah. 好在这时候老丈人及时出现，并亲自指导他们贴砖技巧。最终在调整了砂浆的粘稠度和挂浆手法之后，他们才逐渐掌握了一丢丢的贴砖技巧。然而当石板贴到半墙高时，他们才发现竟然全给贴歪了，无奈只能拆掉返工。顿时满满的挫败感扑面而来。但即便如此，法克和爱丽丝也没有放弃。最终用了2周半的时间才将这面墙给贴完。等待石材粘牢之后，他们继续拿来灌浆带，给石缝挤上砂浆，给墙面做美缝。等待砂浆全部干透后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旧世界风格。于是他们决定剩下的墙面装饰还是交给超能力吧，毕竟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该花还是得花，否则气坏了身体就不好了。随着新家外墙装饰基本完成，终于可以开始室内的装修工作。首先就是要先将全屋的水电管道给安装到位。一套房子能否住得舒服，灯光照明、水龙头的安装以及插座的布置至关重要。与此同时，法克和爱丽丝拿来木板，自己动手给门廊的顶部进行密封，只需要将木板锯成适合的长度，对准卡槽拼接起来之后，再用气钉枪固定即可。这项工作看似简单，但站在6-7米高的脚手架上工作，对于法克这样的新手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。为了在爱丽丝面前展现她的男友力，哪怕双腿发抖也要硬着头皮上。随着水电工的撤场，爱丽丝淘来一个超大吸尘器，先给乱七八糟的工地来上一次大扫除。完事后就可以开始墙体的保温工作。不过在开始填充保温棉之前，他们还要先给所有的窗户缝隙打上一圈的发泡胶，将窗户与窗框之间的缝隙填满，以确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接着就可以开始往墙体框架里塞入保温棉。
由于这种保温材料含有玻璃纤维，在施工时必须穿上防护服，戴上口罩，但长期这么捂着确实非常的难受。要不是老丈人在这帮忙，法克真想直接真空上阵。随着墙体保温材料的填充完毕，工人们开始进场。他们先用石膏板密搭建吊顶，同时还要根据灯槽的位置锯出相应的孔洞，接着继续用石膏板密封室内的墙体。所有墙体都密封好后，接缝处还要贴上防裂胶带。等待干燥之后，工人才对墙体进行一轮精细的打磨。完事才开始给墙体进行喷漆，而客厅的屋顶则是选用实木板进行密封，同样是自带卡槽的木板，只需要拼接起来，再用气钉枪固定在屋顶即可。为了赶工期，小舅子也前来帮忙。完事后就可以拿来鼓风机，用这种絮状的保温棉对屋顶进行填充。由于他们之前从未贴过瓷砖，在装修浴室时，老丈人全程在线指导。首先往墙上挂上石膏板，之后就可以往墙上贴上防水层，在给地面铺设防水层时，还要进行蓄水实验。毕竟要是发生渗漏，那地下室可就遭殃了。经过几次蓄水检测没问题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给浴室贴瓷砖了。地板他们选择了这种马赛克瓷砖，美观的同时还具有防滑的效果。而墙面则是选择这种30×60的瓷砖，一墙到底。有了第一个浴室贴砖的经验，他们继续给剩下的几个卫生间以及洗衣房贴上不同的墙砖和地板。完事后再用环氧彩砂做上美缝，就这效果一点也不输专业泥瓦匠。随着卫生间的完工，还要再将化粪池与排污管道给安排上，接下来就可以摇来挖机对房子四周的土地进行平整，后续撒点草种就能得到绿草茵茵的前庭后院。最后还要在门前浇筑一条连接主干道的水泥路，以后回家之路就再也不会泥泞。接下来终于到了家具进场环节，而爱丽丝最关心的还是属于她的厨房，一套定制橱柜和一个超大的岛台自然必不可少。再给客厅装上极简的大吊灯，最终耗时2年半，他们的新家终于建造完成。法克和爱丽丝也如约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开启了婚后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